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最新的善灵炎灵。炎灵可说是善灵上线以来最帅的一个善灵了。当初陆服什么情报也没有，就这样丢了出来，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 SP 武将呢，真的是帅呆了。不过光是颜值好看还不够，我们还是来看看炎灵到底有没有料吧。炎灵会在我方角色每次释放怒弓或龙魂技时，提升我方全体最终增伤 18%， 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最高可以提升至 90%， 也就是只要5次怒弓或龙魂技就可以叠满了。以现在武将丢怒弓和龙魂技的速度，半回合应该就可以叠满了，所以炎灵上增益的速度也还算快。炎灵还会在每回合开始为我方施加18层留意，留意最高可以叠加18层，这里写的12层应该只是文本错误。台服的善灵是全部都有获得加强的，12层上限是还未加强过的陆服炎灵的上限，这边应该只是忘了改掉。每层留意可以获得 5% 灼烧爆几率、灼烧抗爆率、异常伤害提升或降低。18层留意就是 90% 的个数值加成，这个提升不算少。不过这些增益只对灼烧队有用，和打灼烧队时有用。留意除了可以提供各种和灼烧有关的增益外，也可以用来当挡箭牌去抵消灼烧的引爆伤害。只要身上拥有留意，被引爆时就会优先被消耗掉，自身还完全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方武将每消耗1层留意，都会为自身恢复 10% 最大生命，并永久获得留意内的所有属性，最高可以获得 90% 提升。这代表留意所提供的属性其实都是永久的，即使留意被消耗掉了，它所提供的属性还是照样会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炎灵主动技的最后一个效果会自带嘲讽的能力，它会在战斗开始时使我方生命最高的武将直接嘲讽敌方全体6个武将，软控敌方1回合。有了嘲讽的保护，我方其他队员就会更安全了。火烧可以给 SP 孙策，这样他就更好启动了。盾队可以给最坦的 SP 曹仁，如果有命魂夏侯惇就给夏侯惇。女团最坦的应该是 SP 大乔吧，到时大家可以去实测看看，最高生命给谁的效果最好。6阶天元的效果，我方轮次普攻时会额外结算1次敌方对位武将的灼烧状态，每名武将每回合最多触发1次。这边又是一个只有灼烧队才能使用的技能，非灼烧队的大概只能用来引爆弱点突袭和射日弓所造成的那一丁点的灼烧状态吧，结果就是一点用也没有。天元的第2个效果，我方全体武将被引爆灼烧状态时，有 30% 概率会使本次引爆失效。这是个很好的打火烧技能，不过也只能凭运气去触发。30%这个概率是真的不高，但由于灼烧引爆的次数是真的非常多，次数多了就会有1、2次可以成功，所以它还是有用的。有了天元的引爆概率失效，再加上留意的代替引爆，还是可以起到大量降低灼烧引爆伤害的目的。天元的第3个效果，在前4回合内，每回合结束时，若任意角色留意层数处于上限，就会恢复 100% 的血量，并使我方全体获得1层龙盾，持续1回合。龙盾会使单次受到的最大伤害不超过最大生命的 25%。龙盾无法被驱散，但触发1次就会消耗1层。这个效果看起来有点强，留意会处于上限，就代表对面是没有引爆能力的非灼烧队。每回合结束恢复 100% 血量，就代表只要你这回合内没能打死他，那么下回合开始他又会满血复活了。这个能力虽然在打火烧队时没什么用，但他在打无法引爆的非灼烧队时就很好用了，特别是在面对同战力的玩家时更是如此。不过它的实际价值却又不是真的那么高。一来是因为现在的一线队伍都是灼烧，所以这个技能也没什么用。二来，现在火烧打非灼烧本来就有优势，除非你是没有满配的火烧去打满配的女团或盾队，这才会有些作用。
天元的最后一个效果会在敌方攻击时降低敌方 15% 临时防御力，这个是专门用来针对命魂夏侯惇的，可怜的盾队又被提前针对了。炎灵在陆服实际上是隔了1个月才推出的，不过在台服这边不到1周就推出了，真的是一点蜜月期都不给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炎灵的2个助战技能。左边的会使整场战斗受到的异常伤害降低 30%， 这个在当前版本会比较重要，建议非灼烧队优先点满它。右边的是完全相反的效果，它会使造成的异常伤害提升 30%， 灼烧队优先点右边，再点左边。2个都要点满，如果不够，就把其他比较不重要的先重置了吧。最后来说说炎灵的抽取建议。火烧队如果想保持一线的强度，就一定要抽，因为台服的善灵影响力非常大。火烧队之间的内战，假设双方都是满配的队伍，一个抽了炎灵，另一个还没有抽，那必定是有炎灵的可以越没有炎灵的。台服炎灵的留意比陆服多了6层，一个满阶的炎灵一回合能顶掉18次引爆伤害，这个差距可不是开玩笑的。那么非火烧队的队伍又当如何？是用化灵好，还是用炎灵好呢？非火烧队的队伍只能启动炎灵一半的功能，所以用炎灵会比较不划算。不过不能否认的，炎灵那每回合能免疫掉接近20次引爆伤害的能力，在当前版本的收益还是很大的。加上炎灵所提供的最终增伤 90%， 也是目前善灵最高的。化灵的最终增伤只有 50%， 炎灵只要抽到4阶升到6级，最终增伤就会有 60%， 超越化灵了。不过化灵还有很多能力，是非灼烧队伍可以全盘享受到的，比如真伤提升、异常伤害提升、破甲伤害降低、全体护盾、最高攻免死1次，还有一个将最终防御转换成最终增伤的能力。现在就要看炎灵免疫引爆伤害的收益能不能大于这些能力了。在这个版本，女团并没有太多打真伤的能力，女团的真伤要等 SP 蔡文姬。女团也没有异常伤害，破甲伤害在这个版本也完全没用。最后的最高攻免死的能力，对于女团这种靠团队的队伍，收益好像也不会比能保全队更吸引，所以我认为女团在这个版本暂时使用炎灵的收益可能会比化灵更好。至于盾队，就要看你有没有抽命魂夏侯惇了，有夏侯惇的盾队，打真伤的能力会获得很大的提升，那就是用化灵更好。没有的话，在当前版本应该也是用炎灵的收益更高的。但要先声明，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而已。炎灵，我只建议非灼烧的队伍用现实的卷去抽，毕竟对于非灼烧队的玩家来说，炎灵只是一个在火烧强势的版本，专门用来应付火烧队的过渡善灵而已，实在没必要把卷全都砸下去。就算你拉满了炎灵，你也可能还是打不赢有炎灵的火烧队，哪怕他的炎灵是没满阶的，也是如此。所以我的建议是，能留的卷全都留给下一支。对于女团玩家来说，下一支冰灵才是最适配的善灵，女团要抽就抽冰灵。至于盾队嘛，由于后续没有盾队的版本，所以盾队继续用化灵就好了。最后一个问题，现实卷要抽炎灵还是补化灵？首先，抽一支炎灵来激活助战的能力，这个还是必要的。若要上场，对于非火烧的玩家，炎灵最少要抽到4阶才有上场价值。这次抽乐有送一些卷，运气好的要抽一个4阶出来还是有可能的，就看你要不要去拼。如果是有命魂夏侯惇的盾队，那就推荐优先补化灵。如果看长远一点，炎灵在冰灵出来后 PVP 就会被完全取代。炎灵虽然也能在魔窟出场一段时间，但上场率是远不如化灵的。化灵至少还能在 PVE 上保留一定的价值。现在的善灵基本上就是一代版本一代神，你想集中资源去玩哪个版本，就去抽那个版本的善灵就好了。炎灵对应的是 SP 陆逊，冰灵对应的是 SP 蔡文姬，枪灵对应的是 SP姜维。
新的出了就会取代旧的，就连火烧在冰灵上线后，也会改用冰灵的。所以跟不上版本的平民火烧，其实我也会更推荐只用现实卷来抽炎灵，其他的全留给后面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